板娘他们家做的多厉害，中间保持一个水嫩的感觉，这味道如何？很强烈、很浓郁的味道。你看它那个肉跟肉之间呢，都是那个油脂的连接，这是近期我吃到最好吃的涮牛肉。台南装美食，姐妹来报时，我是阿妹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收看《报时姐妹》。今天我们要来到美食之都台南啦。在2021年的时候啊，推出了一份不是以餐厅为单位的评选，而是以一道菜做评鉴，然后跟500碗一样，也邀请了就是台湾各界的精英人士来当评审，它叫做500盘。是，今年已经来到第4届喽。对，因为呢500盘呢特殊的评选方式啊，是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就是得奖菜色，同时啊有些店家还同时获得了米其林的推荐哦，所以我们报时姐妹走过路过，怎么可以不吃看看呢？对不对？那是必须要的。究竟今天会不会遇到我跟梅姐都很喜欢吃的美食呢？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！来到台南怎么可以不吃牛肉？必须的。当然啊，所以接下来我带来这间呢，已经有开了30年喽，就在这里。哦，走。哇，先来喝个热汤吧，有点冷呢。好啊，来一口。这应该把清汤包回家煮火锅吧？我觉得满满的喝到整只牛的味道浓缩在里面，而且我们是点综合汤，所以它里面有牛肉、牛心、牛腩，整个都综合在里面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它的汤里面竟然有菜头哎，就是甜味的来源。台南牛肉汤这么多间呢，很少遇到里面有放菜头的。它的牛肝不像猪肝的那个铁味很重哎。我喜欢这碗牛肉汤，主要我觉得它够清淡，它不像是清汤里面这么的无味，但不到红烧的口味这么重，这个可以说是呢男女老少都很适合的一碗汤。想要喝到满满充满牛肉味的汤，我觉得这碗汤非常适合。哎，但今天的牛肉汤不是重点，今天的重点是500盘，它得奖的就是这一盘炒牛腩。没错，我们现在看看。我本来以为这只有单纯的炒牛腩，结果他以为他竟然加芥蓝菜下去炒。牛腩好弹哦，就像咬到那个筋一样，牛腩其实很 Q 弹的，很有咬劲，但那个弹又不会让你觉得塞牙缝。而且我觉得它边角的，我觉得它芥蓝菜搭配的很好，因为其实我也很怕，就是可能单吃牛肉的话会很腻，但如果有蔬菜的辅助的话，我觉得就很棒，就是互相消抵了它的腻感。互相加分。那么点了一个呢，冬天呢还是要吃点麻油来温补一下身体，所以还要点一个麻油炒牛肉。哇，那个麻油香整个扑鼻而来。那麻油不用剪哦，怎么那么浓啊？这个好适合拿来拌那种铺在白饭上面，或者铺在面条上面，拿来做烩饭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爱吃辣的话呢，老板客制可以炒成辣的口味。如果不爱麻油味的话，这的确会味道比较重。他们俩 OK， 对麻油是可以的。我觉得 OK， 而且我觉得它有飘着一股股淡淡的米酒香气在里面。它炒牛心是搭配高丽菜的部分呢。我第一次吃到这样做法的牛心哎，它的牛心让我觉得我不像在吃心的部分，它的口感有一点点接近于鸡心，没有烤到太熟，刚刚好的那个弹弹的感觉。我觉得这道不输这道。那个我喜欢，那个肉燥饭很多种嘛，也常常见，但是呢，他们家有这个25块的牛肉燥饭。哇，它牛肉其实给很多，可是都是瘦肉哎，它吃起来会不会很可怕？有一丁点的肥肉，大概是3:7哦，试一下。牛肉香气好香哦，因为在那边就挖一口给我吃。果然是台南，麻色，那个是滴滴。台南口味。这个是台南口味耶，大家都偏甜，炒饭也是一样，也甜甜的。那我们好喜欢吃就是偏甜的食物，来台南吃美食啊，其实很难踩到雷耶，真的耶。凉拌牛腩，我对于牛肉的印象啊，最多一次出自于牛肉面。做成凉拌牛腩的方式，我好像倒是第一次吃到，说它是全瘦肉吧，但是我觉得它算是好咀嚼的哦，而且也不干涩哦，而且算嫩。那如果认真选的话，我觉得我再投这个一票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我也是，如果是500盘评审，我会选这一家。对，因为我可能更喜欢炒高丽菜的口感，因为高丽菜真的很甜。比较能够把那个肉的食物的甜味给带出来一点点。那芥蓝的话呢，比较挑人吃，毕竟我的孩子不吃芥蓝，味道可能太强刺激了，就是蔬菜味道重了一点。
像那个牛肉汤啊，其实店家桌上也都会放那个米酒，然后让大家就是加在里面。如果你是喜欢酒味重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加，但是就可以稍微加一点。理性加酒，勿酒驾哦。给你，谢谢。一点点就好了。加酒就对了。虽然我对酒过敏，但米酒是料理性的，我就还好。我觉得加下去更甜呢，对吧？来喝牛肉汤一定要加一点米酒下去，会更香更甜。我有吓到，甜味真的更明显。印象中不是四神汤才在加米酒，我没有想到居然喝牛肉汤也可以加米酒啊！那米姐啊，你来台南喝牛肉汤啊，你有什么爱好的店吗？没有哎，就像你说的，我觉得台南不踩雷。对啊，所以每次我都会点，如果想要吃饱一点的话，我就点一个炒牛肉，然后一碗白饭，然后铺在上面，自己变成牛肉烩饭。所以你不会特地选哪一家，你就是看到台南可能开到哪里，然后你就随便坐地看到有牛肉汤的店家就坐下来了。对啊，这包括我工作原本就很是爬爬照的那种性质的。可是你真的没有吃过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吗？印象深刻的话，反而不是牛肉，我唯一浪费食物的就是有一次在高雄的时候，我想说啊，去看一家店，然后他们是做类似那种煲仔饭的，那是我唯一吃到一次没有吃完付钱就走人的。因为就是已经过干，然后呢饭就变锅巴，所以它对你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它好吃，而是它不好吃。我的此生当中我很难浪费食物，那次让我钱付完了之后，我的食物不吃也不打包，我印象深刻。没多久它就倒了，所以讲出来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已经不在了，没有这家店了。那你呢？我有坦白说，就是我上次有来台南拍那个牛肉汤评比，然后就是马拉松，我们一天都喝了10几间牛肉汤，哇，像很有名的什么牛樟啊，牛樟牛肉汤跟什么那个在安平老街附近的也有一间，就是很多有名的店家，这样喝了一轮。但我喝下来还是最喜欢那个牛家庄的，但我觉得今天喝到的这一间我也觉得很特别。那坦白说，牛鞭我有吃过。在上次我们去屏东吃那个全牛料理的时候，它很脆，很 Q 脆，脆的，它是 Q 脆的，有韧性，要嚼很久，所以我们还是一般吃就是这样子就好。慧姐的格局打得很开，没有。我觉得吃起来身体都暖起来了，有没有比较不冷了？有，我来验一下。啊，你还在冰，代表你还没有吃饱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决定带你进行下一家，好不好？走。刚刚我们是吃30年的老店，这次我们来吃60年的老店。哇，搭不上去嘞！没有错，去点餐吧。首先这个一定要先自己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超喜欢吃生鱼片，但我最想吃的应该就是他们得奖的这一盘鳝鱼意面。这盘很超，我帮你盛一点。谢谢。这盘很超值哎，你看一大盘只要冷8块啦。啊，那个冷吧？对呀。老师我多叫2盘。而且就是我刚刚有听他们说啊，就是台南的鳝鱼意面一定要必吃，因为甜甜又酸酸的。帮你用一下。我就想说，你什么时候考虑用筷子夹？可以。来，帮你多加点鳝鱼。哇，鳝鱼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哇，可以，过来庆恩哦，赞。鳝鱼是脆的哦。鳝鱼给的毫不手软，好吃。我以为鳝鱼我一般吃过都比较偏软一点点，他们家这个鳝鱼是脆的真的好甜哦，果然是台南的味道，甜甜又酸酸的。我想说，布在那个韩干的酱料里面。会不会整个那个面会有泡烂的感觉？没有呢。而且我觉得它这样一盘200块，很多，我觉得分3到4个人吃都 OK。重点是鳝鱼的量真的给的很多，然后它带一点点酸的味道，所以反而它的甜就不会到这么的腻。然后其他的这些菜啊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点，然后老板娘啊都会帮你算好价钱，再看你就是确认 O 不 OK。我要吃个麻油蓝佛、鸡佛还是蓝佛？都可以，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哦，这个是公鸡的胆胆，然后那个是乌鱼的胆胆，然后它不是胆胆哦，它是属于一个金囊的部分，金草的部分。我没有吃过这个呢。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刚刚就是在点的时候，就是老板娘跟我们推荐说乌鱼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说好啊，营养价值很高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它吃起来是真的有点像豆腐，软软绵绵的，有点像猪脑的样子，但我觉得它比猪脑好吃很多。
板娘他们家做的多厉害，中间保持个水嫩的感觉，这味道如何？很强烈、很浓郁的味道，我觉得重口味的人会喜欢。我超爱耶！但是我承认，我们家煮的口感没有这么水嫩，我们家煮的算是有点比较会再熟一点点。这种水嫩中间还会出汁的状态，我们家真的做不出来。我问你哦，这个熟度吃起来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它好像要再熟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它好像有点深深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！哇，那你接受的范围很广，因为我还无语标，有爆浆的感觉。我还是喜欢猪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终于遇到一个我不会跟你抢的食物了。它的味道太浓厚了。那我就不客气哦。可以，给你。我每次打海瓜子，我就想起以前就是看过一部电影，那个美人鱼的那个。那你到我们是同年代啊？那个辣炒海瓜子，冬令挺嘛。然后这一件嘛。这海瓜子还好新鲜哦。它每一颗就是这么大颗，吃下去整个海味冲击暴击你的舌头，好吃。我觉得好像真的炒点辣比较好吃哎。好好吃哦。再来就鱼蛋沙拉，超过瘾。那鱼蛋沙拉切得很大块，一颗一颗小小粒的那个冲击的那个口感。我知道鱼蛋是你的最爱，然后鲑鱼是我最爱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已经晚上，然后吃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生鱼片，是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而且这一间生意还不错，因为楼上都是座位。对啊，是老客人还包场，然后开桌的那一种。我好喜欢它的鲑鱼哦，真的，切得很厚。它的部位啊是带油脂的，它不像有些可能比较平价的话，就可以一整片。好特别哦，3杯鸭舌这个我超喜欢。我们上次拍暴食姐妹，然后妹姐就是刚好那一天就是要赶着回去高雄，然后我跟麻友一起吃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会点鸭舌来吃的人，因为我就觉得它没什么肉，口感就很特别啊，很弹很脆。然后你像说舌头会不会觉得那个软软的或什么怪怪的感觉？不会，它好吃的程度，我觉得它不输牛舌。但是3杯的味道真的很香。然后它的高山塔跟它的蒜头，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哎。它蒜头每一个就是原来就是一整颗，然后这样吃下去，超下酒。这个好适合下酒或拿来喝汽水饮料那一类的配。我觉得这一桌菜很明显的分别喜好我们的口味。像你就喜欢吃乌鱼标，我爱跟这个鸭舌。可以。像我的话就比较喜欢吃就是鱼蛋沙拉或者是那个海瓜子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家鳝鱼面好吃。这个可以得奖，我觉得实至名归。CP 值很高啊。然后我喜欢吃的都是鸡的周边呢，我喜欢吃它的鸡头啊，然后鸡爪啊，然后鸡屁股啊，跟鸡骨架，跟鸡腩否。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鸡胸肉、鸡腿啦、鸡屁股啦，好吃的要命。腩否当然也是必选之一。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鸡胸肉都已经就是烹调方式煮到很好吃了，像酥肥过的啊，或者是已经腌制过的鸡胸肉。酥肥我可以接受，但如果说可能烤肉啊或什么来弄鸡胸肉，我一定不会选这个食材，都是很邪恶的品相。你会觉得食物就是越邪恶越好吃吗？我个人一定是投邪恶美食一票。我也是，我是处于那种人活在当下，快乐就好。妹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鸭舌的？我觉得我的饮食习惯都受我们家少爸爸影响。怎么说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没有这么敢吃鸡屁股，甚至也没有到喜欢的程度。后来我爸的一句话爱上了，我爸说吃鸡屁股会漂亮哦，我就中招了。就一直吃到现在了吗？有够头好简单的，就吃到现在。然后鸭舌的话也是因为爸妈都会买来蹭，然后就学着吃，就觉得其实蛮好吃的哎。所以你要开始养成自己的习惯。对。结果现在吃的比他们还凶。而且光吃啊，首先吃食物之外，你就喜欢吃它的酱料，就吃那个酱料，就像我们说吃饼干会拿来最后吸手指啊，这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吃酱，那你会不会喜欢吃那个饼干最下面的调味粉？比如说科学面的最后那一口咸的要死的调味料？我以前会，现在不会，因为越来越养生了。我还是会。然后呢，饼干最底层的那个渣渣，也还是要。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咸吗？你懂点吗？
这一道吃的好开心，而且呢价格实惠，周边每一个呢都是我觉得好棒，推荐给大家。但是美食之旅，那还要继续吧？当然必须的啊。好，前往下一家，走。重天就要吃什么呢？就是要吃火锅，而且那个牛肉啊，你要涮个2下就起来粉红色、粉红色的那一种。哎，台南的温体牛肉涮涮锅真的超有名。走，吃火锅。哎呦喂呀！吃火锅的时间到了，没有错，而且这个温体牛的颜色也太漂亮了。对呀，而且好多种肉类哦。没有错，我这一盘呢就是牛的肩胛肉，然后这一盘是横膈膜，横膈膜很少见哎。然后我的是里脊瘦肉。再来呢，如果喜欢吃内脏的话呢，这边还有分别有牛心、牛肚跟牛肝，哎，它的牛肚特别的不一样。没错，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的牛肚都是蜂巢状，然后它这个牛肚是有点像一整是片的，有点像是一块布的感觉。这个呢，最后等一下看个10秒就可以吃了，这个一定要吃看看。而且刚刚我有问老板说的涮牛肉的技巧，他说10秒内就可以吃了。10秒其实很短呢，就是还粉粉嫩嫩的时候吃是最嫩的。好。我们就掌握那个时候，没问题，粉粉嫩嫩，好，粉粉嫩嫩的。我跟你说不得了，我这一盘啊，虽然瘦肉归瘦肉，它嫩的要命呢，好好吃哦！我刚才吃这个牛肩胛肉啊，吃下去那个油花整个瞬间炸开来。因为重点是，像这种温体牛肉，它吃起来不会像是和牛啊，或者是比较油脂比较多的那种牛肉，吃下去油脂比较多，它的肉是稍微带点肉感的。哎呦，所以吃下去很过瘾。10秒内涮出来的肉真的非常好吃，是不是？太夸张了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你看它那个肉跟肉之间呢，都是那个油脂的连接。我觉得这个比什么牛排店最高级的我和牛什么都还要来的厉害哎！最重要的是这个汤头非常的鲜美鲜甜，太强了！我要吃3个牛肚。你知道牛肚放在那边，我以为说，那我只带薄那盘子上面，结果不是，这个牛肚好特别哦。我来吃看牛肚咯，牛肚很脆，我以为牛肚它可能真的是比较软软的，它好脆哦，它的脆的程度不输海蜇比耶。我刚才吃醉牛腱不得了，它是绍兴酒。当然，冬天呢，什么可以很补身体的，就是麻油。他们现在还有那个麻油骨髓，这么厚的骨髓耶，哇！而且我觉得这边不得了，它有点颠覆我之前对一些食材的感觉。就像肉啊，这个瘦肉，我第一次觉得这样的瘦肉我非常的可以，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嫩嫩到不夸张。因为我是很讨厌吃瘦肉的人哎。他们家对于那个牛肉的品质真的有在把关的，很厉害。其实这一盘啊，通常说只要听到瘦肉2个字，我一定是当做拒绝往来户，不想夹，结果不行，这个肉实在太嫩了。这个觉得直接吃完一大盘我都 OK 呀。其实啊，我最近真的是吃到牛肉吃很多，吃到有点麻痹，但这是近期我吃到最好吃的涮牛肉。同意。非常的多汁，而且他们的牛肉片真的每一片都充满了就是油脂。来吃它这个牛肝，这种熟度跟这个嫩度我觉得很刚好。来吃看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啊，它叫我们的那个熟度跟那时间掌握度刚刚好，千万不要再多，再多就可惜这个食材了。干的东西啊，你过头的话，它的这个口感就变得非常的粉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不够新鲜的话呢，它那个内脏的腥味会跑出来。你锁定它的时间内煮的刚刚好，是好吃的。它这个牛肝呢，它有教大家，你大概涮个1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完美的熟度哎。那烤牛舌也好好吃哦，它不只是牛肉好吃，它手指的部分也表现得很优秀呢。烤牛舌啊，它表皮吃起来脆脆的 ，Q 脆之外呢，你越嚼着那个牛肉的香气会整个爆开来。然后还有这个牛尾巴，然后也是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喽。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汤头一定要够好、够鲜甜、好喝，涮出来的牛肉或者是里面煮的料，煮出来就会非常好吃。这边更棒的是啊，如果呢喜欢吃主食的话，他们这边肉燥饭还是吃到饱的，超棒哎！不怕你吃不饱，很适合我们这样大食量的人啊，想要被温体牛肉暴击的胃。难怪大家都说来到台南必吃的美食就是牛肉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录节目那么久来，走访了很多家的牛肉，我真的觉得这家不得了。
太强了。第一是它3种不同部位的肉，每一片肉都还可以煮到这么嫩。然后汤头我觉得煮起来那个肉就是鲜甜鲜美。重点是我们肉吃到现在，平常我们都很喜欢沾酱料的人哦。对，我们吃这样原汁原味都觉得很满足。我们今天决定一点酱都不沾。那个牛肚好强。对啊，我终于吃到它了。养成这样，那它圆圆的要出来。对啊，等一下想要贴贴纸，必须要来一下。汤好清澈哦，而且比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喝还要再更甜的，因为加入牛肉的甜味啦。我有上网查这边的那个评论呐，说就是平常来就是要排队，现场排队。哇哦！难怪我看到外面有分叫号啊，你叫号的人一定要在哦，你不然来这边拿了号码牌之后你就不见喽。像我之前也在火锅店打工啊，那种温体牛肉的涮涮锅，那个牛肉的那个切工啊，都是那个师傅的功夫，而且又加上我们今天这样吃，我觉得汤的那个味道跟它整个熬制的那个它的那个底料，也都是它的那个秘密配方，我觉得很棒。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吃下来，我觉得这一家深得我心啊。所以我们俩决定等一下可以来一张贴纸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对，认同。那我很开心，今天来到台南吃了这么多牛肉料理，还吃了海鲜，然后也期待下次我们 Boss 姐妹来，就是台南还可以再解锁更多的美食。所以帮了我们频道可以知道更多的米其林美食，或者是500盘的美食哦，都一次爆好利在。也请大家订阅未来综合台，还有大家晚上好没？与小慧就爱吃，大家拜拜。耶！我们的认证5星贴纸，那就麻烦你们，谢谢，感谢有那么好吃的牛肉火锅，真的，谢谢。